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，我是老杨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，请你记着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。今天呢，我想在家给大家示范一下利用这些废物利用来做一个除湿的盒子。因为实际上每个家庭呢，这个日常的生活积累都会在室内积累很多水汽，特别是在这个卧室的柜子里边，如果没有除湿的话，经常你的衣服呢就会产生一些霉变。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中间呢非常重要，每家呢都要经常用这种除湿的盒子。但是除湿的盒子呢，一般根据家里的湿气大小，有可能半个月、1个月你就要重新换这个除湿的盒子。这样算下来呢也是蛮贵的。那么我们平时呢经常在超市会买这些饮料桶，这些饮料桶本身呢喝完了就是要扔掉的，但是这些饮料桶呢它是防水的，所以说我们呢扔掉也非常浪费。今天老杨用这2个饮料桶给大家示范怎么样做这个除湿的盒子。首先呢我用这个小的来做起。一般这个盒子呢它这个下边呢会有点翘，所以说你要把这个下边向中间摁一摁，让这个4个角呢高起来，这样放在地上呢就不容易倒。另外呢我拿这样一个剪刀，从哪个地方，从1/3的地方，上面1/3，下面留2/3，这样呢你将来做起来以后就比较好。然后我从这个上面开始，1/3的地方开始，非常容易，这样按一个直线的方向剪下去。好，现在呢我把这2个已经剪开了。我这个设计呢是这样的，我把下边这个作为一个接水的桶，上面这个呢放这个除湿剂，然后我把它2个套在一起，套着先把这里边扎一些洞，我拿这样的个螺丝刀啊，从里边向外扎，这样的话呢你的水就容易流下去。所以说我现在呢大家可以从里边用螺丝刀在上面扎一些洞，最下边一定要扎洞，这样的水呢下边就要漏掉了。好了，大家看我这上面呢扎了很多这种小洞，如果将来洗了水以后，水就会漏在下边这个盒子里头。所以说我这下边呢，如果把它放上去以后，大家可以看这上面呢重叠了一部分，下边呢可能还有一半的地方可以存水。我这个本身这个桶呢是1升的桶，所以说我现在呢至少呢大概还可以存半升的水。然后呢我们在超市买这个除湿剂，如果你买大包的话就比较便宜了，直接把这个除湿剂倒在这里边，好，这样呢这个除湿的盒子就做好了，你就可以把它轻易的把它放在这个房屋的角落里，它就可以把你空气里的水分呢吸收了以后留在这下边的盒子里。这个盒子呢一旦接了水，接了一半以后，整个盒子扔掉就可以了。这既卫生又节约，是非常好的。另外因为我们每一周呢都要买这种盒子，所以说这种盒子呢就是你就把它做一次性的，不需要重复利用，用完就扔掉就行了。现在呢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我用这个大的盒子来做一下，
这个大的盒子大家看，它呢接水量可能要多一点。同样，大的盒子我也是选择从这个1/3的地方开始剪，这样剪下去。好了，这样呢我就剪好了这2个大盒子。待会儿呢，同样的方法把这个加进去就可以了。那么首先呢，我这个盒子上面要用同样的方法把这里边扎一些洞，好吧？这个洞你大粗一点细一点都是可以，但是不能太粗了，否则的话你的那个吸水剂呢会掉下来。好了，大家看看这里边我扎了很多这个孔隙了，然后把这个盒子就把它稍微一摁，它这个 fit 是比较好的，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盒子嘛，让它重叠一点就可以了。这样大家可以看，这样的一个吸水的这个装置就做好了。同样呢，我们把这种市场上买的除湿剂放进来，还有更多的一些，把这个除湿剂放在这里边。好，大家看这样呢，我这个除湿的盒子都做好了，这2个盒子。如果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可以上面再剪一个方形的纸的盖子，把上面扎上很多小孔，把它放进去。这样的话，你外边看起来就更好一些。如果说你不介意的话，这样也是可以的。这样你放在哪呢？只能放在墙角的地方，放在门后，放在墙角和门后呢。这样的话，它就不容易被碰到。好了，最后呢，我们找这样一个网，把它剪的和这口呢大小差不多，稍微大一点点，让它稍微大一点。最后呢，把这边给它剪掉。好了，然后呢，拿一个订书机，非常容易的，先把一边给它订好，像这样，先把一边给它订好，订3个钉子。我为了方便起见呢，我先从我的右边来订，给大家能看到一点，把它窝下来。然后把这边压齐，用同样的方法钉一个钉子，在2个角的地方。好，然后呢，用同样的方法把这边钉完就可以了。最后把这个边钉上。好，这上面呢，用这个网一钉，就看着比较专业了。好，这样就好多了，上面呢不完全暴露出来，这个工作呢就完成了。这样它就可以把这个屋里的潮气
吸附在这下边，接在里边。到时间接满了以后呢，就把它倒掉就是了。这样既简单又节约，很方便，看起来也不错。如果你把它向外这样一看，看起来还是不错的。如果你要是打算把这样的东西放在柜子里的话，那么我建议你再找一个这样的饮料桶，还找这样饮料桶，剪一个2厘米的这个盖子，然后把这个盖子上扎很多小孔，把这个盖子重新盖在这上面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呢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的小妙招，也就是用我们废弃的饮料桶来做这个吸水的、吸这个潮气的这种盒子，既节约、绿色环保，又比较实用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好，谢谢你的收看。